福宝今天又在园区睡过头了。江爷爷这时走过来，趴在福宝身边，看看自己的宝贝孙女醒没醒。福宝感觉到身边有动静，醒了过来。爷爷看着福宝刚睡醒，这睡意朦胧的样子很是可爱。爷爷让福宝自己先醒一会儿，一会爷爷忙完来接他。福宝在小树上伸了个懒腰坐了起来，想看看爷爷干嘛去了。爷爷这时正在给福宝包竹子，心想福宝睡这么久，肚子肯定饿了。爷爷将一根竹子包好递给福宝，福宝乖巧的接过竹子，但福宝此时迷离的小眼神明显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爷爷摸了摸福宝的小脑袋，让福宝自己再玩一会儿。福宝则乖乖的趴在小树上啃着竹子。过了一会儿，福宝爬到了小滑梯上，而爷爷现在也来收熊了。福宝一改刚才的迷迷糊糊，而是变得调皮好动起来，窝在小床上就是不想离开。爷爷往前走，他就紧紧抱住爷爷大腿。当爷爷停下来，打算和福宝来张合影，而福宝则要跑，爷爷一把将福宝拉了回来。福宝误以为是爷爷想要和自己玩，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只见福宝小脚朝天，想直接翻到爷爷的怀里，而爷爷这儿却一直调不出相机。福宝又挪了挪屁股，直接坐到了爷爷怀里，然后便在爷爷身上做起了标记。爷爷看到后宠溺地拍了一下福宝的小屁股，福宝便撒娇般的躺了下来，而爷爷则一把将福宝抱到了自己的怀里，打算让福宝陪自己一起调试相机。很快爷爷的相机便调试好了，爷爷给福宝来了2张对脸大头照，便打算起身带福宝回家，而福宝则再次抱住爷爷大腿，让爷爷再陪自己玩一会。爷爷跟福宝讲，今天的天已经不早了，得回家找妈妈喂奶了，但福宝就是不想回家，不断的反抗着爷爷。爷爷直接一个熊抱将福宝强行带回了通道，但是到了通道，福宝挡住通道门不让其关闭，咱就说小福宝可真有你的。爷爷再次将福宝带了回去。爷爷眼看着福宝从楼梯上下去，但爷爷刚出来准备打扫卫生，福宝又屁颠屁颠的跑了出来。爷爷给福宝来了2个熊猫翻滚，强行将福宝带了回去。这次将爷爷选择先给福宝送到妈妈身边，再出来打扫卫生，不然爷爷一转头的功夫，福宝便又会爬出来。宋爷爷这2天和桃花杠上了，到处折桃花拿来给福宝欣赏。今天宋爷爷不知道又从哪里讨来了一只桃花，站在门口喊福宝，让福宝来室外园区赏桃花。而此时的福宝正在树上蹭屁股。福宝听到宋爷爷喊他后，便屁颠屁颠的跟宋爷爷去了室外。宋爷爷这次爬到了树上，将桃花固定在了上面，离开前还回头欣赏了一下，看宋爷爷的笑容，应该是对自己的作品很是满意。宋爷爷关上门后，将福宝的门打开了。福宝站在门口问爷爷喊我来干嘛。爷爷告诉福宝去小亭子上看看，上面有惊喜。福宝乖乖照做，来到小亭子跟前，福宝被插在窝头上的桃花吸引。就在福宝品尝桃花窝头时，习惯性的抬头一看，发现树上长了桃花。福宝怀疑自己是不是饿晕了，又咬了块窝头填了填肚子，再次抬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并没有看错。窝头吃完，福宝打算爬到树上一探究竟。福宝灵活地扭动着身子，没2下便爬到了桃花身旁。前一秒福宝还在仔细欣赏着桃花，下一秒就将桃花折了下来，扔到了下面。确认完后，福宝又返回小亭子上吃竹子，而桃花则悲惨的被福宝坐在了屁股下面。炎热的夏天，宋爷爷又为福宝一家准备了冰镇竹饮。宋爷爷将里面放满爷爷，然后再灌满水进行冰冻。宋爷爷将制作好的冰镇竹饮先拿给了乐宝。乐宝面对竹饮很是好奇，拿到手上后便不想再松开，冰冰凉凉的放在身上，刚好可以用来消暑。乐宝拿着冰饮左蹭右蹭，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乐宝眼疾手快，乐宝将杯子倒扣时，里面的冰掉了出来。乐宝立刻伸脚将里面的冰顶了进去，这一番操作看得蛙探直呼高手，但又玩了一会儿，冰还是在乐宝的没注意下掉了出来。乐宝感觉杯子失去了凉爽，便随手将它给扔了。这时宋爷爷来到福宝和爱宝的园区，刚开始宋爷爷拿给福宝时，福宝并不是很感兴趣，直到小手接触到冰凉的杯壁时，福宝这才对冰饮恢复兴致。但不管什么东西到了福宝手里，很快便会玩坏。这不还没等宋爷爷讲完冰饮该怎么拿，福宝直接将杯子把手啃了下来，这下宋爷爷也省下讲解了。此时爱宝也走了进来，而爱宝的冰饮，宋爷爷早就为其放在了他那专属小亭子上，而且上面还放着一根胡萝卜。胡萝卜作为爱宝最喜欢的食物，当爱宝看到竹饮的第一件事不是拿起竹饮，而是先吃自己最喜欢的胡萝卜。而这时福宝从爱宝身后屁颠屁颠的走了过来，上来就拿走了爱宝的冰饮。爱宝发现后，果断从福宝的手里抢了过来。当福宝再去抢时，爱宝牢牢抱紧，不给福宝一点机会。直到最后，爱宝一个不小心将竹饮掉到了亭子底下，福宝和爱宝也很快便忘了竹饮的事儿。
而是又打闹了起来。福宝蹲在地上想吓爱宝一跳，但爱宝早已经发现福宝一个起身，结果没站稳，自己先摔了一跤。这时福宝又坐在了喝水的饮水盆上，爱宝可不想喝出榴莲的味道，急忙跑过去教育福宝。福宝这时还不服气，还想反抗，但此时的他根本不是爱宝的对手，结果就是被爱宝追着揍。跑快了能少挨上几巴掌，跑慢了那就是一顿胖揍。一圈下来，福宝被揍得浑身是土，而爱宝身上依旧干净整洁。当然他们也有停战协议，那就是在两人一起喝水时，此时的画面相对和谐。网友都说福宝天生反骨，果然没错。喝完水后的爱宝正在建筑上做标记，福宝看到后跑过来，试图用自己的气味掩盖掉爱宝的气味。爱宝到哪做标记，福宝就跟在其后，等爱宝走了就给爱宝擦掉。此时的爱宝并没有计较，但谁成想福宝再次过来找事，试图拍打爱宝的头。爱宝不再惯着他，一巴掌上去，福宝就从树上掉了下去，给福宝摔了一个熊仰马翻。谁知福宝还喜欢上了这个感觉，自己爬上来又玩了一次。回到家后，爱宝也是一刻也捞不着休息，一边自己进食，一边还要奶孩子。当然福宝是不可能就这样老实进食的。就这样安静了3-4分钟后，福宝带来了今天的高能时刻。福宝吃着吃着忽然停了下来，翻了个身，制造起了榴莲，前几个直接掉到了身上滑了下去，好在及时转身，没有落到脸上。就这一点，福宝真的一点也没遗传上他爸爸乐宝爱干净的习惯，因为乐宝从来不在自己睡觉的地方大便。饲养员们正在为乐宝的9岁生日做准备，不仅有竹子做的大大的9岁生日蛋糕，宋爷爷还为乐宝准备了竹筒玩具。一切准备就绪后，就等主角登场了。乐宝刚一进门，就感觉到今天的园区氛围和往常有点不一样。果然，当他来到平时进食的地方，发现今天饲养员居然没有给他放置食物。他对园区环视了一圈后，一个大大的酒吸引了乐宝。乐宝慢悠悠地走过去查看，他先小心翼翼地围着竹子蛋糕转了一圈，发现没有自己想吃的。乐宝心想，既然是我的生日，怎么没有我爱吃的窝头呢？乐宝坐着沉思了一会儿，难道是宋爷爷和江爷爷不爱我了？乐宝不相信，又围着蛋糕转了回来，但还是没发现窝头。就在乐宝抬头思考时，一下看到了放在9岁生日标志上的窝头。乐宝拿到窝头后，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进食，边吃边想，我就知道2个爷爷肯定会为我准备我最喜欢的窝头。乐宝越吃越想，越想越开心。这时窝头吃完了，乐宝再次来到蛋糕前，打算再来找点吃的。这时的乐宝盯上了他的9岁生日牌子，或许是因为它长得和方形窝头比较像。乐宝大口大口啃咬着，边啃边说，这块窝头怎么这么硬？最后实在啃不动，索性一脚给他踢到旁边的小溪里了。之后乐宝又发现了宋爷爷为他准备的竹筒玩具。乐宝在一阵摸索下，似乎是掌握了它的使用方法，但是乐宝这200-300斤的大体格子，确实也为难这2根纤细的绳子了。玩了没几分钟，就将绳子给玩断了。之后乐宝就对着这个垂落的竹筒展开了一系列的秘制操作，最终2头的绳子都给玩断了。拆下来之后，乐宝玩起来也方便了很多，但是乐宝一个不小心将竹筒丢到了亭子底下，乐宝也懒得下去捡，就这样对竹筒失去了兴趣。白雪皑皑的园区，宋爷爷正在为乐宝制作专属雪人，耳朵和眼睛都是用的窝头，腮红是用的胡萝卜，在手臂上还插上了鲜嫩的竹子，甚至还用雪做了一坨答辩。这下谁也不能说乐宝是便宜女婿了，因为乐宝也是拥有专属疼爱的。宋爷爷最后还偷偷在竹子里放了2块窝头。宋爷爷先在雪人前拍照留念了一下，因为宋爷爷知道乐宝这个没有情调的熊可能一上来就给雪人弄毁。宋爷爷准备完后，便将乐宝放了进来，果然跟宋爷爷预想的没错，乐宝上来还没有1分钟就给雪人的耳朵掰了下来，然后吃起了上面的窝头。吃完窝头后，又来到雪人的前面，将雪人的一侧眼睛和腮红给抠了下来。吃完后，乐宝坐在地上沉思了一会儿。宋爷爷猜想他可能是在自责，但一会儿雪人的另一个眼睛和鼻子消失时，我认为宋爷爷的这想法是错误的。现在雪人的脸已经完全消失了，只剩了一个耳朵。话音刚落，乐宝就将雪人的另一个耳朵也给掰了下来，之后又给了雪人一个熊抱，将雪人头给撞断了。之后索性将雪人头给抱了下来，抱着雪人的头玩了起来。但就在乐宝将他抱起来宠溺时，不小心一个手滑掉到了地上，摔碎了。这时乐宝又来到雪人的身体旁边，在雪人的身边打起了滚，又想抱又想蹭，已经不知道怎么玩好了。当最后乐宝离开时，宋爷爷辛苦堆的雪人又重新和白皑皑的雪地融为了一体。平淡的生活里，宋爷爷总能为熊猫们制造点小惊喜，比如这满园的落叶，宋爷爷将它扫成了心形。福宝早上出门看到这大大的心形落叶，一时有点不知所措，表情甚是可爱。除了心形落叶以外，宋爷爷还为福宝准备了胡萝卜和窝头馅的竹子棒，但这时的福宝对眼前的竹子棒情绪不高，一个不小心将其碰到了台子底下，然后吃起了竹子。吃着吃着，
福宝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刚才似乎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这时他又爬到台子底下查看，看来福宝的反射弧有点长。福宝从竹筒里先叼了一个竹子棒出来，然后细嚼慢咽的开始品尝。吃着吃着，福宝就习惯性的给竹子剥起了皮，但谁成想一下子给胡萝卜剥丢了。当福宝回过头来时，还在想我萝卜呢。随后福宝又抱起竹筒，从里面挑了根新的。这次福宝剥的小心翼翼，但剥了半天，发现萝卜还是没有了。就这样，福宝再次与萝卜错过。福宝逐渐失去耐心，可能觉得这几根都太细了，索性把竹筒拿过去啃了起来。到头来，宋爷爷精心准备的夹心竹子散落了一地，福宝就连一根完整的也没吃上。而此时的乐宝这边也发现了宋爷爷为他准备的夹心竹子，还是乐宝会吃，直接将里面的胡萝卜先咬了出来，之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其他的竹子剥开，耐心地吃了起来。将小竹子吃完，竹筒也不能浪费，直接抱着竹筒啃了起来。看乐宝这狰狞的样子，真的很卖力。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将这竹筒给咬开了，之后便一点点地撕着吃了起来。今天的乐宝表现比福宝好，因为乐宝没有挑食，吃完再去饮水处喝点水就下班了。宋爷爷正在为爱宝准备爱心窝头，首先是玉米面，这时的玉米面可是相当讲究，既不能太细，也不能太粗，否则在熊猫吃的时候就会卡到牙缝里面，久而久之就会导致长蛀牙或结石。当然，里面不只有玉米面，还有纤维素来补充竹子里所缺少的营养成分。之后再放入适量白糖和盐以及鸡蛋，再为其加水，将其搅拌均匀，最后将它捏制成型。宋爷爷做了2个，一个竹筒窝头，一个爱心窝头，之后放到锅中将其蒸熟便完成了。宋爷爷将蒸熟的爱心窝头拿去给了爱宝。宋爷爷体会到爱宝当妈妈的辛苦，所以经常会给爱宝额外补充一些营养。而这时爱宝发现小亭子上面又重新填充了食物，便过来查看。而在胡萝卜和窝头之间，爱宝总是会先选择胡萝卜。吃完萝卜后，爱宝又将窝头拿了过来。爱宝吃饭时总是很优雅，懂得细嚼慢咽，而且还很少挑食。看着爱宝嘴角止不住上扬的样子，窝头应该很好吃。而另一边的福宝正在懒洋洋地躺在亭子上吃竹子，看上去也很是惬意。饲养员们正在为福宝庆祝他的周岁生日。这时由于围观的人有点多，福宝有点害羞，想要离开。这时福宝看到江爷爷走了过来，立刻停下了脚步。江爷爷将福宝抱上亭子，进行周岁抓周仪式。江爷爷怕福宝害怕，留在了亭子上陪着福宝。福宝看着眼前的竹子、胡萝卜、窝头、苹果，向前走了过去。在看了一圈后，福宝对他们都不是很感兴趣，而是对自己的生日祝福牌子产生了好奇。但江爷爷怕福宝掉下去，急忙将福宝抱了回来。这时福宝便开始黏着江爷爷，似乎是想选择爷爷。之后江爷爷将竹子、胡萝卜、窝头、苹果挨个拿到他的面前，让福宝近距离挑选。江爷爷拿起窝头时，福宝明显更感兴趣。之后江爷爷又拿起了胡萝卜，试了试福宝的反应，没想到福宝还是果断选择了窝头。之后江爷爷离开，供游客们拍照。当江爷爷再次回来时，福宝果断松开了窝头，抱住了江爷爷。看来在窝头和江爷爷之间，福宝更喜欢江爷爷。仪式走完了，福宝终于能回来折腾妈妈爱宝了。爱宝这时正在安静的进食，福宝偷偷的将竹子全给拽了下来，拽下来也不吃，就是霍霍。看到爱宝走了，福宝急忙爬上去追爱宝。虽然是小短腿，但是咱身子灵活啊，跑过去折腾了爱宝一顿，就想溜，结果却被爱宝发现了掉在亭子底下的竹子。爱宝这才反应过来，原来竹子都是被福宝给霍霍了。爱宝想到这儿，气不打一处来，直接让福宝下去捡竹子。好在福宝都摔习惯了，爬起来和没事熊一样，又去招惹爱宝，结果自己又卡梯子缝隙里出不来了。好在一阵折腾后给自己折腾了出来。出来后的福宝累得趴在了地上休息了起来。爱宝下班后，将爷爷前来为园区打扫卫生，将新竹子放好，把吃剩的竹子拿走，之后再检查一下饮水处。将爷爷发现里面有点脏，便拿来水壶进行清洗。清理完后，福宝这时走了进来。现在的福宝已经和妈妈爱宝分开营业了。长大后的福宝也开始喜欢在妈妈的位置进食。现在的福宝变得乖巧懂事了很多。吃完饭，找个舒服的地方自己玩耍着。春天太阳洒在脸上，不禁让熊开始有了困意，还有了变异。稍作休息后，福宝开始四处找地方挠痒，一会跑到小木桥下面，一会又跑到小竹床上。挠完痒，再逛逛江爷爷为他栽种的油菜花园。玩了一圈后，跑到江爷爷经常出现的门口，观察了一下爷爷在不在。看到爷爷不在后，福宝就开始作妖了，先在园区溜达了一圈，一会儿爬爬树，一会在下面打个滚儿，结果又给江爷爷种的树撞断了。福宝回过头来看了一下，
心想又要挨批评了，赶紧开溜。但是福宝的理智只能存在犯错误时的那几秒钟，这不还没安静一会儿，一个翻滚又把江爷爷油菜花给压断了3、2颗。转了一圈后，福宝又看到了自己刚才压折的小树，开始以为是福宝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愧疚，没想到原来他是连折断的树都不想放过，试图用树根给自己挠痒，发现并不好用，福滚滚便又上线了。这下将爷爷种的油菜花全遭殃了，几乎无一幸免。折腾了一上午，福宝终于玩累了，跑到小亭子上开始吃东西，咬了一口不好吃，换了一根还是不好吃，又抓了一把看了看，还是没有喜欢的。之后又把目光移向了亭子下方，并没有发现自己想吃的，又看了看手里的竹子，再次看了看地上，心想算了，没胃口了，不吃了。虽然这一会儿啥也没干，但福宝还是气喘吁吁的。坐了一会儿后，又开始想下班，便坐到门口等爷爷开门。这时江爷爷从另一个门口喊福宝，福宝立马屁颠屁颠的跑了过去。早上江爷爷将新鲜的竹子放置在平台上，等待福宝的到来。这时福宝走了进来，当走到干饭的小木亭时，不知道福宝发现了什么，突然停下了脚步，开始四处张望。这时福宝爬到了小亭子上面，原来是小亭子上没有放食物，福宝在上面走来走去，不断寻找，甚至有点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爬下来后又找了一圈，还是不敢相信，又扒在小亭子边看了一眼。之后福宝开始四处寻找食物，就在福宝做着怀疑熊声时，福宝突然意识到是不是自己走错园区了。之后福宝急忙跑到去往室外园区的入口。来到室外园区后，福宝看到亭子上面的食物时，已经不自觉地流起了口水，看来福宝是真饿了。之后坐在亭子上开心地吃起了饭。上午阳光明媚，吃饱喝足后，福宝就开始了躺平摆烂，不想下来玩耍营业，只想趴在小亭子上面晒太阳。福宝一直躺到没有了太阳，体内的躁动的灵魂才开始解封，3下2下就爬到了树上。但是还没玩一会儿，福宝就不想玩了，想下班了，跑到门口坐等爷爷开门。之后福宝又来到了室内园区，虽然此时的福宝在进食，但可以看出这吃饭的状态已经不像是早上的时候。福宝开始挑剔着吃，进食结束，福宝又开始想着下班，先在门口看看爷爷有没有开门。走到门口，却发现大门并没有打开，就坐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但是福宝越等越浮躁，在门口打了几个滚儿，便又开始霍霍将爷爷种的小树，对着小树发泄着自己的情绪。就这样，福宝在浮躁的情绪中等来了爷爷的开门。看来那个小时候回家都要爷爷哄的福宝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调皮的福滚滚又上线了，今天的 KPI 是翻滚50次，围着园区转10圈，破坏2棵小树。竹子不吃就是霍霍，饮水盆不用来喝水，而是用来洗脚。今天福宝吃饱喝足后，就开始想着下班，先到门口看看爷爷有没有开门。发现没开门后，福宝的小情绪就上来了，打了2个滚儿来发泄自己的怨气。之后又坐在小亭子上面思考着自己玩点什么好呢，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又跑到门口看了看爷爷到底有没有来，苦苦等待了一会儿，爷爷还是没有来开门。急得福宝围着园区直打转，转了半天有点累了，饮水盆里的水也不想喝了，索性直接蹲在上面休息了起来。休息完后，觉得爷爷这次应该是要开门了，又跑到门口看了一圈，结果是福宝的幻想又扑了个空。一直等不到爷爷开门的福宝，这时又瞄准上了小木床上的竹子，抱起竹子就是一顿霍霍，拳打脚踢，一不小心还将自己摔了下去。不一会儿又看到了园区周围竹叶，想给他拽下来，没想到一下子起猛了，一个踉跄给自己整摔了，爬起来又打了几个滚儿来掩饰自己的尴尬。经过这半天的折腾，福宝心想差不多到时间下班了吧，便又来到门口查看，但爷爷还是没开门。这时的福宝已经急不可耐了，躺在门口撒起了泼，但没办法，营业时间还没结束，福宝只能再折返回去继续营业。千等万等，终于等来了下班，爷爷将福宝留下的烂摊子进行收拾，又重新添加了新的竹子，等待爱宝的到来。福宝正以最快时速赶往小亭子上去干饭，因为今天有福宝喜欢吃的窝头，福宝先咬了一口，感觉吃着有点不过瘾，索性全部放在嘴里嚼了起来，像是猪八戒在吃人参果，还没等尝出什么味道就吃完了。吃完窝头后，福宝便吃起了竹子，挑挑拣拣，不喜欢吃的直接丢在地下。吃着竹子的福宝这时突然想到了什么，转头看向地上的竹子，心想自己这样做是不是不对啊，但是又觉得它看起来确实不是很好吃，捡与不捡在福宝的内心挣扎着，最后勤俭节约占据了上风，福宝伸手将其捡了起来吃掉了。吃完饭一转眼的功夫，福宝又爬到了高高的枝头上，肥硕的身子压在一根细小的树枝上，细与粗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福宝趴在上面摇摇晃晃，差点没掉下来。
被吓到的福宝赶紧从树上溜了下去，之后又大摇大摆地冲向了水池，对着水池里的水开始泄粉。福宝的体力就像是用不完一样，生怕游客们觉得票价不值，想方设法的为观看的游客抖包袱，只有喝水的时候能让自己中场休息一下。福宝这时心想，我这么卖力的营业，不得提前让我下班啊！之后便跑到门口看爷爷有没有给他开门，结果并没有如福宝所想，真是枉费一片雄心。直到看到出口开启，福宝这才露出开心的笑容。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是福宝第一次独立上班，福宝走到门口望了望，既没有看到爷爷，也没有看到妈妈，便又缩了回去。可以看出，福宝现在有点害怕，不敢独自出门，就像是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第一次离开父母，多少有些不适应。就这样等待了十几分钟，江爷爷走了过来，拿着小零食将福宝哄了出来。福宝看到爷爷后，瞬间有了安全感，屁颠儿屁颠儿的跟了上去，将爷爷投喂给福宝一块窝头，福宝乖乖的吃了起来。江爷爷在旁边耐心的安慰着福宝，给足了福宝安全感。之后，江爷爷看福宝状态稳定了，便赶紧离开了。因为在培养福宝独立阶段，福宝既不能待在妈妈身边，两个爷爷也不能出现在园区，不然福宝依然会有依赖感。爷爷离开后，福宝就这样一直安静的吃竹子。而当福宝的妈妈爱宝单独营业时，也出现了不习惯的现象。爱宝先走出门后，一直坐在门口等福宝出来，等了好一会儿。然而这次爷爷和福宝都没有出现。爱宝今天好似没有胃口，就连小亭子上的胡萝卜和鲜嫩的竹子都对爱宝没有了吸引力。爱宝走到福宝经常玩耍的小亭子上，寻找福宝，之后发现没有后，再次来到门口，像是要找爷爷问清楚福宝去哪了，今天怎么没有来。本以为爱宝会很快适应，但爱宝则是迟迟不肯吃饭。福宝突然的消失让爱宝一点胃口也没有。爱宝爬到树上，试图寻找着福宝的气味，但也只是能闻到熟悉的气味，始终不见福宝的出现。爱宝就这样趴在福宝经常玩耍的树上苦苦等待着。看来福宝独立最难受的不是福宝，而是当妈妈的爱宝。爱宝等着等着便趴在树上睡着了。福宝正躺在榴莲面前睡觉，因为不想看到榴莲的存在，福宝的选择是用手把眼睛挡起来。而此时爱宝正在欣赏着爷爷为他栽种的小花园，看上去就像是富家小姐逛自家后花园的感觉，举止娴雅，落落大方。而两个爷爷为了培养福宝也能有像爱宝这般的气质，也是费尽小心思。爱宝下班后，宋爷爷特意将采摘来的桃花插在树上给福宝欣赏。福宝连蹦带跳的来到小亭子上进食，阳光开朗的模样像极了他爸爸乐宝。等吃完竹子，福宝终于来到了插有桃花的树上，在研究了一番树的曲直与坚硬后，终于发现了不远处的桃花。福宝缓缓走近，先是轻轻的嗅了一下桃花的清香，福宝感觉还不错，打算换个舒服的姿势赏花，小心翼翼地挪到了另一侧，又细细闻了闻。欣赏完离开时，福宝这次没有选择对桃花进行破坏，而是再次小心翼翼地从旁边走了过去。这爱护桃花的样子，多少有了点爱宝的身影。这时福宝跑到了通往室外的出口，但门还没有开，乖乖坐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但由于还没到时间，并没有爷爷来给他开门。结果福宝焦躁的情绪又爆发了，冲到油菜花地就是一顿破坏。折腾完油菜花，福宝又盯上了栅栏外的竹子树，抬到饮水盆上就是一顿霍霍。而当看到通往室外的门开了时，就瞬间开心了起来。福宝打门口就看到了小木床上的神秘包裹，迈着轻快的步伐就跑了过来。福宝靠近闻了一下，紧接着一个虚晃躲开。福宝完美演绎出了既好奇又害怕的神态，但包裹的诱惑力实在太大。福宝再次过来查看，但理智告诉他还是不碰的好，便又跑开了。福宝坐在离包裹 3.7 米的距离，给自己开导了一会儿，心想能出现在园区里的东西应该没什么危险吧。福宝盯着包裹走过去，一个闪跳蹦到床上，生怕包裹来的偷袭。福宝在包裹周围仔细的闻了一圈，确认包裹没有危险。卸下防备后的福宝对着包裹就是一顿宠溺，就连身旁最爱吃的胡萝卜都吸引不了他。最后包裹没能经得住福宝200斤的宠溺，散架了。原来里面是鲜嫩的竹子。福宝吃了块胡萝卜，填了填肚子，又拿过被宠溺到稀碎的包装袋玩了起来。看来福宝并不是好奇包裹里面的东西，而是单纯喜欢这个包装袋。福宝拿着包装袋，又是揉蹭又是撕咬，最终已经看不出它之前是个包装袋了。之后福宝又拿起旁边的竹子啃了一口，但从福宝顺手扔掉的动作来看，这次的竹子不太符合福宝的胃口。这是永明在日本过的最后一个情人节，饲养员正在为回国前的永明准备情人节礼物。饲养员拿来鲜嫩的竹子进行切割，用来制作竹子盘子，还精心用竹子为永明摆了祝福语。之后来到厨房准备配菜，饲养员拿来工具对胡萝卜和苹果制作造型。饲养员讲究食物在精而不在多，将制作好的造型进行摆盘，一个精美的日式竹子拼盘便完成了。饲养员还特意在上面用中文写上了
永明以及他2个孩子英邦和陶邦的名字。虽然样子有点独特，但是可以看出饲养员是用心去制作了。这时有饲养员感觉这样有些不妥，饲养员又来到厨房进行创作，他用剪刀裁剪窝头的形状。虽然现在还看不出饲养员要干嘛，但相信一会儿会让我们大开眼界。裁剪完窝头后，饲养员又揉捏了3个面团，将之前裁剪的窝头摆在了上面。原来是熊猫形状的窝头，而3个窝头依次代表着永明、陶邦以及英邦。之后，饲养员拿着裁剪好的竹子盘子来到园区进行摆盘。不一会儿后，一个精美的日式竹子拼盘便完成了。这时永明缓缓走了进来，径直走向了竹子拼盘。永明看到后便开心地吃了起来。从永明的吃饭状态来看，永明的身体还不错。而在情人节之后的第8天2月22日，永明成功返回中国。而在回国的前一天，很多日本游客来动物园看永明以及英邦和陶邦的最后一面。在22日7点时，饲养员们开始将3个可爱的大熊猫运往机场。此时的永明对回家充满着期待，一路上3只大熊猫都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照料，生怕它们饿着。而它们一路上也都很乖，没有吵闹。这时开始将永明、英邦以及陶邦运至飞机。而在2月22日23时10分，永明、英邦、陶邦成功抵达成都机场。经过相关人员检查后，3只大熊猫被运往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从监控画面可以看出，抵达基地后的永明、英邦以及陶邦状态都很好，没有出现不良反应。福宝的体型日渐肥硕，从后面看和爱宝越来越像了。坐下来的时候，身上的肉都一颤一颤的。虽然身体越发肥硕，但这一点也不影响福宝古灵精怪的性格。吃完胡萝卜后的福宝又啃起了自己的爪子，像极了调皮的小孩在啃手指。就连现在从树上下来都懒得爬了，直接顺着树干滑了下来。而此时在隔壁的乐宝也在整活。乐宝盯上了被爷爷竹子挡起来的树，因为这棵树之前乐宝上去容易下不来，所以才给他围住了。没想到乐宝还是想办法爬了上去。爬到树上的乐宝盯上了细嫩的树枝，好好的竹子不吃，却吃起了树枝。乐宝的口味还真是挑，吃完树枝，乐宝尝试爬下去，果然腿短够不着地了。乐宝索性直接松手，将自己摔了下去。看乐宝这大胆样子，应该不是第一次了。这时旁边园区的福宝也盯上了被围起来的小树，真是一浪更比一浪强。福宝徒手抓着树干就爬了上去。爷爷们看到福宝爬上了那棵爱宝上去都下不来的树，喊着让福宝注意安全。但福宝这小脾气不仅没听，还想再往上爬爬，直到下班门开了，福宝才从树上下来。不出所料，上树容易下树难。福宝小短腿蹬了半天，发现就是不着地，结果和乐宝一样，直接松手摔了下来。之后宋爷爷考虑到福宝的安全，在福宝走后，索性将挂在上面的树干全都拆了下来。福宝对着眼前的竹子挑挑拣拣，挑了半天，一根也没有福宝心仪的。福宝转头看向了园区围栏外面的一根翠绿且鲜嫩的竹子，而这根则是爷爷们为园区布景用的，为的是让福宝和爱宝能有一种在竹林里的感觉。福宝左看右看，确实没有能比得上眼前这根竹子的。福宝面对眼前这根玉石般银绿的竹子，垂涎欲滴，自从抓住后就没有放开过。福宝的小脑袋瓜子飞速运转，思考着怎么将它弄下来。福宝看了看园区周围，寻找着可以利用的工具。福宝张望了半天，好像又发现了什么。只见福宝跑过去，仔细的在那嗅了嗅，然后站了起来，又对着眼前的竹林仔细的端详了一下，然后伸出手一用力，直接将竹子折断了。好家伙，福宝直接化身野生大熊猫，现吃现摘起来。福宝仔细看着自己采摘下来的成果，好像又有点不太满意。宋爷爷这时偷偷用手机拍下了福宝的作案现场，福宝被抓个正着。这时福宝又盯上了旁边的一根，宋爷爷看着福宝越发不可收拾，急忙送来更多鲜嫩的竹子和胡萝卜来吸引福宝的注意力。吃上胡萝卜的福宝这才打消了自己采摘竹子的念头。福宝在爬树的过程中，从树上重重的摔了下来。早上，福宝在江爷爷按摩下，开启了新的一天。看到爷爷离开后，福宝的小脑袋瓜又开始了飞速运转，想着一会儿玩点什么好呢。走到门口，先确认了一下，门口没人。之后，福宝火速爬到树上，中途坐在树杈上休息了一会儿。休息完后，又开始往上爬。福宝盯上了那只长满树叶的树杈，福宝晃晃悠悠地爬了过去。当福宝压在树枝上时，树枝已经严重地向下打弯，而此时的福宝并没有在意，还在尝试往前爬。当福宝发现前面已经没有可以支撑他的地方时，已经为时已晚。福宝急忙转身，结果树枝过于纤细，无法支撑福宝的平衡。福宝在树枝上摇摇晃晃，结果侧翻了下来。福宝本能反应抓住身边的树枝，但是几秒钟后，
福宝支撑不住了，重重的摔了下来。从树上摔下来的福宝有点迷糊，福宝强装淡定的走向门口，应该是摔疼了，想出去找妈妈和爷爷了。爷爷看到福宝委屈的样子，及时打开门，让福宝出去了。来到室内园区的福宝又坐在小亭子上吃起了竹子。江爷爷心疼的急忙跑来查看福宝的情况。江爷爷摸了摸福宝的腰椎等地方，确认没有什么问题后，便返回了监控室。之后福宝又爬到树上休息。这时江爷爷又担心上了福宝，再次前来查看福宝的情况，然后便一直坐在小亭子上观察着福宝。福宝看到爷爷来了，从树上爬了下来，乖巧的在爷爷身旁打了个滚儿。江爷爷宠溺的揉着福宝的小肚子，揉完小肚子又检查了一下福宝的小脚丫。虽然福宝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江爷爷还是放心不下福宝，几经周折，还是打算带福宝提前下班去检查一下。福宝看懂了江爷爷的意思，乖巧的跟了上去。但这时福宝想先拉个答辩，而江爷爷则在门口贴心的等着福宝，要陪福宝一块儿回去。宋爷爷今天为福宝准备了胡萝卜窝头烤串以及漂亮的樱花，而福宝今天则又是不想上班，蹲在门里迟迟不想出来。爷爷在铁网里面不停的安慰开导福宝，最终福宝在爷爷甜言蜜语的攻势下选择了营业。福宝走到小亭子前，第一眼就看到了爷爷为他准备的樱花。看到樱花后的福宝整个熊都变得淑女起来，之后乖乖坐了下来，品尝起了宋爷爷准备的胡萝卜窝头的烤串。此时福宝还没真正掌握撸串的奥义，而是选择直接抱着串啃了起来。结果胡萝卜有点硬，一个也没啃下来，前面的还被挤了下去。福宝索性全给他勒了下去，然后挨个捡着吃。这时福宝发现，原来自己胖胖的肚腩还是蛮有用处的，掉下去的窝头全用肚子接住了，吃的时候都不用手，一低头就可以够着，够不着的那就伸伸腰，也很是方便。吃完身上的，福宝弯下身子再去够小亭子上面的。在身后樱花的衬托下，福宝在福猪猪和福公主间不停切换。吃完饭后的福宝又开始为游客们整活。福宝的宗旨就是对得起每个游客手里的门票。这时室内园区的门又开了，而福宝又蹲在门口迟迟不想离开。可能是之前爱宝在这里留下的气味吸引了福宝，福宝在门口不断的打滚磨蹭，直到把气味蹭没有了才离开。刚吃过胡萝卜窝头烤串的福宝对吊床上的竹子已经提不起兴趣了，只觉得他们碍事儿，但最后也难逃真香定理。吃饱了的福宝又在这儿糟践起了竹子，或许是在埋怨愚人节爷爷们没有给他准备礼物，想尽办法霍竹子，冲着竹子又是撕咬又是撒泼，还叼着竹子来了个甩头。在小亭子上霍完，叼着竹子又爬到了下面。福宝将头塞进梯子空里，一个翻滚成功落地。为了庆祝自己的落地成功，又激动地打了2个滚儿，之后又爬回亭子，看到旁边有根竹子，一挥手就送到了嘴里，又叼着竹子爬到了树上。看他这灵活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有200斤，3两下就爬了上去，从树上找好角度，一个松手精准的吊在了下面的竹子吊床上，之后又抓着吊床表演了一个侧空翻。玩腻了后，又跑去了饮水盆，学乐宝的样子，把脚泡在了里面。看福宝跑起来的样子，一眼就能认出是福宝。而福宝在熊猫圈也是为数不多可以靠粉红肤色和妖娆的跑步姿势就能分辨出来的大熊猫。在福宝一阵发泄后，园区被福宝搞得乌七八糟，2个爷爷只能同时出动，一起进行打扫。福宝终于会吃烤串了。宋爷爷今天又为福宝准备了胡萝卜窝头的烤串。福宝从刚进门就看到了小亭子上的烤串，立马喜出望外的跑了过去。福宝先浅浅闻了一下，又走到另一侧坐了下来，打算慢慢品尝这次的烤串。拿起烤串后，福宝就迫不及待地咬了下去，明显可以看出吃烤串的样子比上次好多了，只是烤串的方向拿反了，不过问题不大，也能撸下来。福宝喜欢的不得了，把烤串放在怀里蹭了起来。巧合下，烤串在福宝的身上正了过来。福宝终于掌握了撸串的正确姿势。福宝看到吊在亭子上的，也不想浪费，弯下去腰捡起来吃了，之后细嚼慢咽的将手里的烤串全部吃完。看着只剩竹签的烤串，福宝意犹未尽。吃完饭，福宝又跑到通往室外的门口，让爷爷开门。宋爷爷看福宝烤串吃得很开心，又给福宝准备了一根。福宝冲着今天的第2份快乐跑了过去。这时的福宝已经完全掌握了撸串的技巧，沉浸在了撸串的快乐里。而此时，宋爷爷来到了乐宝园区，和游客们玩起了躲猫猫。宋爷爷还真是可爱，而宋爷爷也特意为乐宝准备了一块可口的苹果。福宝正坐在爷爷们为他准备的樱花屏障前吃竹子，在樱花的衬托下，福宝手里的竹子显得愈加可口。对于吃竹子，福宝也是很讲究的，皮不吃，硬的不吃，只吃最鲜嫩的部分。
福宝吃完竹子，又盯上了插樱花的老竹子。可能山珍海味吃多了，偶尔也想试一下粗茶淡饭，但味道并不像福宝想象的那样美味。除了难啃以外，而且里面一点东西也没有。满足了内心的好奇后，福宝爬到了树上，睡起了午觉。一会儿，福宝又来到室外。宋爷爷总是爱在平淡的生活里为福宝制造点小惊喜，就连窝头上都插了小花。而福宝浅浅闻了一下，已是对爷爷这个作品的最大敬意，然后连带鲜花一起吃了进去。吃完窝头的福宝为了消耗体力，又爬到了树顶，看着福宝在纤细的树枝上动来动去，观看的游客们都心惊胆战，毕竟之前已经有过将树枝压断掉下来的经历，而福宝现在已近200斤的体重，更是令人担忧。好在福宝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逐渐有了困意，他在树枝上睡了起来，一觉睡到了下班点，然后听到了爷爷喊自己下班的声音，便乖乖回家了。